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这边第一位立法委员李坤城，大家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黄仁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接下来下月2月3号，那国共论坛，当然有人说是国共智库级的论坛，那即将要举行。好，那在过程当中，那对国内政治会产生什么样一些影响？在今天呢，包括国民党主席、国民党副主席呢，那在记者会上也提到了这件事情。你觉得美国跟老共之间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那今天出现了亲人跟恩人，让你听一下。来，受我们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指示托付，我即将在下个礼拜2月2号到4号，与我们李副董事长，还有40几位的专家学者，到中国大陆北京。那至于郑丽文主席访问中国大陆，这当然是在这一切的交流之中重要的一环。美国曾经是我们的恩人，但大陆是我们的亲人，所以中华民国从2次世界大战到战后的台湾，我们绝对不会忘记美国的情谊，因为我们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但我也要跟大家报告，大陆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也绝对做不出骨肉相残的事情。任俊是。当然，这个比那首歌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还要再升级，一边是亲人，一边是恩人，对，所以两边都要兼顾。OK， 好，不是我先不要问我们在场的人的感受嘛，哦，因为我们现在电视机前面应该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我不知道当大家听到说是亲人的这个话会有什么想法。因为其实对于现在在台湾生长的人来说，大概60岁以上的，基本上应该很多都是在台湾出生的。那要诉诸这个父执辈，当然我知道，像我自己家里也有族谱，我也去翻过那个祖籍往上一推那个真的推了好几代上去如果要从这一个角度去论述的话，我认为OK， 那个郑丽文说法或许没错，但我现在讲的是对于现在生长在台湾的人来说，刚刚郑丽文说不会做出骨肉相残的事情，那我就问问现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的感受是这样吗？当他不断的告诉你讲说我不会放弃武力，当不断的告诉你说我有飞弹在那里飞，我有飞机在那里飞，所以这个是在理想中的这个论述的层面，叫做一边是恩人，一边是亲人。我也没有觉得美国是我的恩人啊，我也必须要这样讲啊，在我这一边我也没有这么觉得，因为有很多东西叫做在商言商嘛，尤其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现在都讲现在台湾的感受。而不是去推什么盘古开天辟地啦、女娲补天啦、皇帝大战蚩尤，那个太遥远了。这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国民党包含郑丽文，但我不是觉得说每一个国民党人都跟郑丽文一样，但郑丽文不断的把他想要跟中国的连结一直往前拉到一个。可能对许多现在在台湾生长的人来讲，是一个根本没有办法碰触跟理解的那个时代。然后你要大家去接受这个论述，它的说服力到底有多高？就像我跟我的女儿的他们的同学或他们的这一辈，你去跟他谈论一个中国的这件事情，其实我曾经以前曾经试图就说，他因为每天看政论节目嘛，爸爸你在讲什么或怎样。结果后来发现，我跟他之间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沟通上面的问题是，在他的生长环境里面，他自始认为我们没有什么交集，就是台湾跟中国没有什么交集，因为自始我没有被他统治过嘛，那他对我也没有影响力，我拿的是新台币，也不是人民币嘛，我拿的也是我们的护照嘛，我那是怎样？那你硬之要跟我解释说，有一些人觉得中国跟台湾是一起的，对他来讲，他没办法去用这个概念去思考。
这就是为什么在郑丽文的两岸论述里面，他花了非常大的东西的一些努力跟手段，想要去说服大家。到今天跑出一个恩人跟亲人说，我再讲一次，我也没有觉得美国是我恩人啊。我花钱跟他买武器，他该给我的就是要给我啊。他也没有觉得他有恩于我，他也没有觉得他要施惠给我啊。虽然他现在讲说哦，我有一些这个授权的部分我可以援助，但也不是只针对台湾嘛。很多东西他也是要我花钱买，不然他跟我讲说 GDP 要多少，他跟我讲 freedom 不 ，it's not free 嘛。就表示这件事情恩情已经没这么大，但他把它给切开，恩人跟亲人哦。所以我觉得这当然是对于外界来说，好，郑丽文你们一直积极营想要去跟中国有更多的接触，其实国民党想要接触，我个人我公开讲过很多次啊，我不觉得不好嘛，不然你怎么跟其他政党 PK？ 你怎么去跟民进党去做区隔？就是说两岸里面我最少可以跟中国有论述，但你今天面对到这个现况说，郑丽文的那个讲法是亲人，那我就问一句，亲人也有大小的区别，亲人也有大小的区别嘛，长辈嘛，对不对？看起来你认为你跟中国是平辈关系，还是怎么样？如果平辈关系，有人一直要打你，有人一直告诉你讲说你怎么样我就打你，你觉得在这个论述上面，国民党到底把这个所谓的中国亲人认知为他是长辈，还是认为是平辈？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因为这几天里面一直有一些讯息，包含到哦，之前有媒体报道说，哦，是不是这个你党的军购之后，就换得哦，中国这边会正式宣布说两边哦可以见面了。国民党那时候不是还有人喊说要告吗？我就不太懂，就是为什么就这么巧，你今天说要告之后，隔天你马上就宣布说，对，我们真的要会面了。那你要告人家什么啦？你要告人家什么嘛？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将军我们就直接这样讲。今天有一则新闻说，大家知道这全世界有一个大家叫末日钟嘛，末日钟那又调快了一些，三大议题里面，其中有一个台海危机被摆在里头。好，但在这个节骨眼上，郑丽文刚刚所讲的那段亲人跟恩人，你再把它往下延伸，他直接跟你讲，谁规定大家一定要把世界搞成是这样，好像一刀两断这种？他就直接跟你说了，对不对？那美中关系要和平稳定，然后国民党呢在台海也要和平稳定，所以国民党这次去是要扮演，大家都说现在美中你只能选一边站，没有，我们现在就是能做到，我跟老共之间也和平稳定的发展，我跟美国之间也维持这样，这叫等距的方式的交往。我们郑丽文显然他们觉得国民党是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很遗憾的是，现在碰到的是，譬如我们的军购，我们的所有这些，感觉上跟这又有一点的矛盾，到底怎么办？亲人跟恩人这种比喻哦，完全是中共对台湾统战的做法。中共的恩人是谁？苏联吧。没有苏联，毛泽东拿得下中国吗？对不对？那为什么当时毛泽东跟苏联翻脸？恩人呢？那么老毛跟老蒋不是亲人吗？哇，他把老蒋讲蒋匪耶，老蒋讲毛匪的毛匪耶。亲人最难断叫血缘关系，亲人最可恶叫家暴，哪一个家暴的不是亲人？哪一个家暴的不是亲人？如果不是亲人就不叫家暴，对不对？家暴比一般的暴力还难防，为什么？打了你。扁了你之后，打得你遍体鳞伤，晚上还是要回家，这是最惨的，你知道吗？这叫家暴啊！我相信在这边很多民意代表，家暴的事情是我们最难处理的。明明知道他是不对，你硬要把它分开到寄养家庭，分离亲情骨肉，你不给他分开，他继续被家暴。那我不要讲我们了，中国国民党，被共产党家暴了多久？被家暴了多久？1949年到现在，有哪一天停止家暴你？中国共产党有哪一时一刻停止家暴中国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哪一个时刻停止家暴中华民国？我们还跟你家人呢。我告诉大家，能够切得开这个骨肉亲情的才叫成长。有多少走出家暴阴霾的人，他自始至终跟他的原生家庭切断，他走出来了。那你说你这个人无情无义，你怎么跟你爸爸妈妈切开？我爸打我啊，打你活该，是他生的，是这样吗？我们处理家暴，你认为这样是对的吗？长大了，成人了，可以自己成为一个家庭了，我要把这个家暴的阴霾切开，你否则在家暴的家庭长大了你也会家暴。
所以越早把家暴切开，对于悲剧切开的越快。国民党不是这样吗？如果国民党1949年你没有切开这个家暴，我们今天有自由民主吗？我们今天有军富吗？我们今天有台积电吗？什么都没有，就跟着这个会家暴你的政权一起继续家暴下去。好，那我讲恩人是在这个时间这个段落里面，他救了你。他救了你，一来是他有正义感嘛，二来是对他自己也有好处嘛。那么你说美国当年1954年因为韩战爆发，让台湾让中华民国的台海中线划开，那是因为韩战嘛。如果没有韩战，你认为老蒋保得住台湾海峡吗？所以我说，很多时候他不是一定要当恩人，因为他救你对他有利，所以救了你，然后依然让第一岛链成型。这个恩人有一半也是要美国自己要用这个岛链局限住共产势力的划分，所以那个恩人也不是绝对是恩人啊。他利你也利己啦。将军，可是现在我们面临到恩人亲人一定要选一个吗？照郑丽文如果在那个讲法，就是谁规定只有小孩才做选择吧？对，那大人就是什么都要，我2个都要不行吗？没有，大人是我都不要。我做自己啊，我做自己啊，我为什么一定要靠美国、靠中国？我今天中华民国能够屹立到今天，美国对我们这么好，不是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啊，还看起来比较可爱，他要帮你啊，你有价值。做自己，你有价值。如果当时没有把那个各这个半导体不想做最苦最难最有污染的接到台湾，我们有今天吗？所以当时我们选择了做自己，要自救才能要自助才能人助嘛。现在就做自己啊。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台湾不是一直在做自己吗？我们没有去讨好谁啊，我没有去讨好川普啊。那你说，那你为什么接受他的关税？因为我要赚他钱啊。我今天要赚美国的钱，我跟美国之间是逆差。美国让我赚钱，所以我才要听他的关税。如果今天是美国赚台湾钱，关税我怕什么？我今天要赚美国的钱，我跟美国之间是逆差。美国让我赚钱，所以我才要听他的关税。如果今天是美国赚台湾钱，关税我怕什么？所以我讲要把事情分析清楚，不要用什么亲情啊，用恩情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刀两面刃的做法。最好的方式，台湾就是站稳脚步，找到台湾最大的利益，然后呢，做自己，走出自己的路。如果你可以被大家信任，那个强权会来拉拢你。如果你连利用的价值都没有，强权会唾弃你。像现在台湾对中国有没有利用价值？有啊，当然有啊。因为台湾在这里，它有价值，它有生产力，它的整体的 GDP 很高。然后对中国的百姓来讲，我不能让他知道台湾过得这么好。所以很多中国的百姓认为台湾人收入很低还有人拿了4000块人民币说要来拯救台湾呢。所以我才要告诉大家，台湾对中国的价值在统战。那么台湾对于世界的价值在于它的高科技、高产业，还有它的民主的这个信念。如果这一段已经走到接下来，那下个月2月3号就是国共的智库论坛，然后接下来会不会有郑丽文要去北京访问或者什么这些？但元之，你们现在面临到一个，就是亲人，如果照郑丽文，亲人不要骨肉相残，我们到底要不要军购？那有人把它解读成说，那接下来呢军购的关税，尤其是军购，蓝白要继续挡吗？这是其中的一个论调。那这个论调再往下。那包括你说，刚才那个任俊有讲，这几天不是自由时报，你们告了没有？应该要告吧，应该要告。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党的人。对，因为有说要告嘛，对不对？然后我昨天有问，然后讲说是因为吴宗宪现在是你们的文传会主委，那他是检察官出身，好像他要负责这一块。那如果这一块的话，就是因为自由时报有相关的一些报道，萧旭成是你们副主席是讲说。就国民党跟共产党那主席交流，什么时候需要过门票？干嘛把它搞成这样？可是任俊刚才说时间太巧合，怎么会包括这个论坛跟所有这些？那让人不免有问号，会不会这样？因为他就是恶意随便乱连结啊。就像我在路上，我说假设的摩托车等红灯，我都觉得叶元之帅的往前骑，然后就红灯变绿灯，他们往前骑了。有啊，所以就是觉得我帅嘛。所以这2个事情，这是刻意的随便乱连结。我先讲哈，第一个。
那个郑丽文主席，他今天中常会确实是有讲说，就是跟中国大陆是亲人嘛，然后美国是恩人。其实，然后他说他的重点是我们不会做骨肉相残。其实这句话也是讲给对岸听的嘛，对不对？如果就是说，如果你们是把我们认为是亲人的话，就不要做骨肉相残的事。所以关键就是和平嘛。其实要传达和平嘛。美国是恩人，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事情？因为代表说我们没有反美，对不对？我们也是非常谢谢美国啊。那美国要帮助台湾，然后我们也像我们国内也很像我们党内也非常多委员啊，然后跟美国都保持很好的关系，常常在做交流。所以我是觉得美国是恩人，大陆是亲人，大概就是表达这个意思。现在我们跟民进党，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大家认为和平的手段应该要和平要怎么达到。那民进党的路线就是。比如说他们就是好像对方就是敌人，然后呢不断的就是两边就这样敌意螺旋一直上升，然后最后可能就中须一战还是怎么样，然后可能美国来保护我们，那未来可能会走到这个，但他们不是，但是国民党不是嘛？国民党是希望说我们可以透过交流降低敌意，然后传达善意，然后让这个敌意螺旋可以不要那么快的往上，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那我反而觉得说。就是自由时报这么急的，在最近这样一直出一大堆所谓的内幕独家，而且很显然它的消息来源就来自于总统府或国安高层嘛。譬如说，昨天下午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大学的系主任啊，他要申请也要参加这个论坛，就被打回票，原因是因为他是公务员，然后他没有交代就是行程细节，所以他不被许可。那我就问自由时报为什么会有这个消息？难道是国民党跟他讲的吗？还是那个那个学者跟他讲？不可能嘛，就是政府跟他讲的嘛。就是自由时报一直有人在喂东西给他，然后他的消息来源常常讲的不清不楚，就是什么北京权威消息，然后就是常常就无法查证的消息，这一看就知道很多都编故事的。那编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想要营造一个。说法是说国民党为什么一直没有让军购复委啊？都是因为老共要他们做的啦，老共要他们做，他们才能够去做这个交流。我台湾有这么重要吗？这个交流还必须要党军购才能去哦。一般来说，老共那边只要说你是92共识啊，就可以去嘛。那92共识大家说是不是又跟什么有关？而且共识也不要讲得那么复杂。92共识其实就是说。我们两个讲好，我在一件事情上有我的主张，你在那件事情有你的主张啊。我每次见面我们就吵这个主张，就吵不完了嘛，其他交流都不用嘛。那大家讲一个共识，等一下见面啊，不要来抢这个事情了，好不好？这个事情你大家各自去讲。见面就谈这个，比如说民生的东西，要吵大家各自去吵，不要一见面就吵。你只要秉持着这个原则就可以去啊，这个。根本不需要做什么东西啊！那话又回过头来讲，那军购其实很清楚，没有要挡，因为民众党也提了他们的特别条例了嘛。那他们的上限4000亿啊，国民党这边我们内部还在讨论，但是传出来的一个讲法是说大概4000亿到9000亿。那为什么我们会提？就是没有要挡啊。那你说那为什么不就直接1.25兆就给他那个？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很多。一大部分是没有讲清楚的嘛，然后总统到底要不要来做国情报告？现在感觉他有松动了，因为本来他不是讲说，对，这两天专访有讲说，他本来就是很乐意要去，但不要限定什么样的议题，那尤其不能违宪。好了，讲白了就是不要一问一答，不要限定议题。对，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可以啊，那大家就来讨论嘛，就是说要怎么样2问2答还是3问3答都 OK 啊，但至少你说你愿意来嘛，接下来就是细节的问题啦。那代表说大家都有往前走啦。没有那。所以没有什么要挡军购，更没有自由时报编的这个故事。那元之，我跟你讲，他是不是你的亲人？啊，他是不是你的亲人？你亲人？昆城是不是我的亲人哦？那他讲的应该不是这个个案谁是谁的亲人啊，讲的应该是说两岸的人民如果都是共同的祖先嘛。那国民党的人跟民进党的人是不是亲人？我讲如果说追到这个最源头，应该也算是亲人。那为什么大家在立法院要搞成这样？我们没有要毁灭对方，我们没有要歼灭他，我们只是在政策上、议题上那老共有没有要毁灭我们？老共有没有要毁灭我们？老共，所以我讲说郑丽文也是讲给他听的嘛。如果你们把我们视为亲人，你们也不要动不动骨肉相残。所以这就是等于是讲说大家都要和平。坤城有感受到郑丽文的善意吗？尤其刚刚特别讲，他是其实讲给老共听的。讲给老共听的，当然是讲给老共听的啦。哈，那如果按照元之这样讲的话，
那如果不要骨肉相残才是亲人，那表示现在不是亲人嘛？因为的确他要打我们嘛。所以说现在台湾跟中国的确不是亲人嘛。我跟元之算是亲人啊，因为我们都是台湾人嘛。所以我可以跟你讲是广义的是亲人嘛。所以你刚刚比较犹豫这么久，我们都是台湾人嘛，所以我不会跟你分亲人有不同层次。好，那同样是台湾人，这个层次大概大家都可以接受嘛。对啊，那因为他要打我们啊，不是我们打他们啊。那所以郑丽文在强调说，这个骨肉不要相残，其实他是要去跟中国讲，飞机飞弹不要一直常常对着我们，然后军机军舰不要一直扰台，应该是这样才对吧？因为我们没有要打中国嘛，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防御型的，就像现在的这个不对称的这个作战，其实也都是防卫我们自己的，我们不是主动去挑衅中国的。那所以说，郑丽文讲这些事情，讲这个恩人啊，或者讲什么亲人之类的，他讲这个亲人就有点像是这个黄国昌之前在讲的紫云皇室，都是在讲血缘啊。那请问一下，如果要是这样讲，说大家不要骨肉相残，那为什么不就干脆讲明白，就直接说，其实老共可以对我们释出善意，大家不需要把飞弹对着我们，或不需要做这些，就讲明白。老共只要拿掉一个计划，郑丽文主席这个就 OK 了，攻台计划，老共把攻台计划废掉，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反攻大陆计划了，所以我们没有反攻大陆计划，老共也把攻台计划拿掉，那就是那才叫亲人啊。这个东西也不用用亲人去讲啦，好，就是说。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中国也是，好，那大家就是彼此共存。你光讲到这一段，大家就不用再聊下去了。但是可是这是现实嘛？老共如果听到这个就不用再聊下去了。这是现实嘛？以外谋独啊，对，以外谋独。就是说现实就是两个是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嘛，哈，这的确是嘛。元之也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嘛。对啊，他不是中国的立法委员，他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他一定不归这个中国管的嘛。对啊，那两个互不隶属嘛，所以今天不管说是不是什么亲人，就是你本来就不应该打我，我是一个自由自主存在的一个主体啊，你凭什么打我？那更不要去讲说什么血缘关系了，就是说中国常常去讲这个血缘的关系，要讲说台湾人就是这个中国人那就是从这个中国来的，说话又怎么样？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已经生存这么久了，那反正就是跟中国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不管是这个国家或是这个生活的方式、民主的制度等等，都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不要再用这个中国的那一套血缘这个或者说什么恩人这方面，这都是过去的讲法。民党觉得中国大陆是我们的亲人吗？就是说郑丽文讲的这句话，就是说他要打我们，这绝对不是亲人绝对不是亲人。那刚才元之有提到说，国民党没有党军购，就实际上就在党嘛。就是在党军购嘛。萧旭成说，那国民党需要党军购才能去吗？历任主席去，从来也不需要门票。需要啊，需要，当然要党军购才能去啊。那就不要党啊，看能不能去啊。对啊，就给他通过啊。对啊，就通过嘛。那通过现在就最简单，就是礼拜五还有机会嘛。因为是你们是2月2号才去的，2月3号到嘛，对不对？2月3号开会。对啊，那所以1月30号还有机会嘛。就是礼拜五你的院会。那就是把这个军购特别条例，那还有总预算都让他复委审查，表示说没有嘛，怎么可能说因为党军购就不能去嘛？这就认知作战了，因为我们都已经表达了为什么军购跟总预算一直没办法复委，其实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不是认知作战啊，面对我们讲的东西，就直接说你如果这样你就做啊。其实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不是民进党都不去面对我们讲的东西，就直接说你如果这样你就做啊，那就激将法，这没有这。你本来其实1月30号最后的时间嘛，没有，我们都有表达我们为什么党就是军购没办法复委的原因。你一直讲说没有在党，可是你们就在党啊。没有啊，你们怎么没有？你们党了10次怎么没有？你讲的党的意思是说，第一个你说永远都不要让他复委，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是为了换着门票，但是没有。但目前党了10次啊。这目前的确是挡了10次啊。那我目前你们也的确因为是挡了10次，所以你们2月开始就会有一个国共论坛，不是吗？那是你恶意连结，我刚刚讲过了。车子往前走，不见得是因为我帅，我已经讲过了。这个事实陈述是就这样子啊。没有，这绝对不会是这样。好，那先让我讲完，就事实陈述是这样子嘛，就是说你的确，因为你讲说没有挡，那可是你的确在挡啊，挡了10次嘛，总会说没有挡。那而且赖清德总统其实之前就已经谈过了，他愿意去，他愿意到国会去做报告。但是合宪合法嘛，不是说什么几问几答，几问几答都不行，1问1答不行，2问2答也不行，它就是一个国情报告。国情报告没有限制说你只能讲这一个军购，你只能讲什么东西，那就变专案报告嘛。那大法官
这个宪法法庭解释得很清楚嘛，总统可以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但是讲完之后呢，你立法委员你不可以用这个一问一答的方式，你说最后是不是用统问统答，用李登辉前总统那个模式？大家可以来讨论啊，但是现在看到国民党他们没有松口啊，就还是说要一问一答，那还是要这个赖清德来报告这个军购的事情嘛，所以国民党嘴巴里面讲说，哎，我们没有党，那就其实就是党，因为其实目前就是党的实质嘛，那你们用实际的动作来跟这个全国人民讲，就是说你们就是党军购嘛，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跟美国讲很清楚，我们就是党军购，也跟中国表达得很清楚，我们就是党军购嘛。这要回什么？第一个就是没有，这个还是恶意连结啦。第二个，因为我很好奇，就是执政党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军购案一直不能复委的原因？真的，你们真的认为是我们为了要换门票，所以在挡吗？这原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代表说执政党根本完全不想沟通，也不了解在野党的诉求啊。真正原因，真正原因就是我们讲的嘛，因为赖总统自己讲说他愿意接受国会的邀请来做国情报告。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1.25兆，这个钱这么庞大，编到8年后去，而且编在特别预算，也不编在公务预算，到底怎么样邀请他来做国情报告？那当然，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有说希望能够一问一答，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技术问题。这个如果说民进党觉得好，我愿意来讲，但是一问一答我总统不接受，这是可以谈的嘛。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宪法程序的问题啦，宪法没有讲说，当然宪法有讲啦，没大法官就说你们违宪啦，宪法没有讲。这个大法官说违宪是因为在国会改革法案的时候。那我问你好了，那如果今天赖清德愿意绕，他愿意来就 OK 啊。那不是用一问一答的方式？那大家来讨论嘛，可以啊，是专案报告、国情报告可以吗？就国情报告啊，国情报告不用一问一答可以吗？我跟你讲，这是你说可以，还是说国民党说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政治嘛，就是说，当总统他自己公布了一个1.25兆这么天价的一个国防的特别条例的军购，他愿不愿意？当然我们不能强迫他来。他已经讲过他愿意啊。我们不能，你听我讲，我们不能强迫他来，因为大法官觉得违宪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法案把这个邀请总统来，然后进行即时问答这件事情，大法官认为你不能够立法去拘束总统。你如果立法拘束总统，这个就是违宪。可是如果总统他觉得，这个东西我推出来的而且是很重要，而且编到8年后去的，而且这个我愿意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然后接受你们的问答。那至于说问答方式，一问一答、两问两答、同问同答，这个我们可以讨论。我不接受一问一答，然后那你们接不接受？那我们说那两问两答，好，那两问两答 OK， 或同问同答。讲这个都是这个没有违宪的问题，这就是违宪，这就是朝野讨论的问题，这个没有违，这是法律程序、宪政程序的问题，这是宪法问题。等一下，刚才过程当中，任俊你一直摇头，摇什么头？不是啦，赖清德昨天接受专访的时候不就讲了嘛？他说他也愿意到立法院去做国情报告嘛。但是不要针对单一的议题去做嘛。他昨天也讲了嘛。那今天的这个争论还是回到了，回到原点啊，其实回到原点嘛。所以我刚为什么讲，就是说郑丽文的那个亲人跟恩人的那个说法，我为什么一直强调是大家看看现在，因为时代的巨轮不断的在转动嘛。现在的进程已经到赖清德昨天又再说了一次他愿意嘛。那我们还在讨论说是不是宪政问题，或者是这个我就觉得你当时承诺他昨天又再讲一次他愿意嘛。刚刚元之也都讲说，那他没有一定要一问一答那他昨天的讲法也都这样，那为什么今天还在纠结？就是你为什么以前说不来，为什么说要来？他已经改了啦所以我必须来讲，就是说，但我也听过很多国民党的人啦自己在批评，就是说你的条例1.25兆是很粗糙啦那这个也没写细项，大概症结都是这个。其实赖清德那个我老讲，那叫政治话语啦。你今天真的愿意的话，昨天他已经抛出这一句，说他是又重提一次，我愿意到立法院嘛。那蓝白其实今天就可以抛弃掉刚刚那些说法了嘛。好，那我们就来谈嘛。那我们就安排嘛。这很难吗？没有啊，蓝白也不愿意排嘛。你如果愿意排，需要刚刚这样争论嘛？但我真的必须讲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国民党既然执政过。好，当然现在国民党从政的人不见得每个都经历过执政那个时代了但是一直在强调特别条例草案这个东西写得很粗糙，我真的还是必须讲不要让我们拿出以前你们提的特别条例，这个是113年的时候国民党所提的花东快速公路建设条例的特别草案国民党写得很棒吗？这个草案里面给各位看总共有33个人联署在座的叶委员没有在里面所以我不会针对他33个立委联署，
你以为他要多少钱呢？他这个案子要2500亿。不要跟我说那个1.25兆我这个钱更多，不要来这一套哦，因为他也是在要钱。一天他要2500亿，他怎么要你知道吗？你以为国民党写的很棒吗？没有，国民党在这里面写的一句话叫做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我不知道这句话有多高深的学问了啊。但是更有趣的是，他说按照评估这个要2308亿。但我编列了2500亿。他自己写的哦。他说我现在如果要做这个要2300亿，但我要编2500亿，为什么你知道？因为用不完的你要继续给花莲，拿到花东，让他们把剩余款拿去用。我不知道这合不合理。好，那你说草案应该写多细？来，我给各位看哦，在纠结几页嘛？现在说只有2页嘛。国民党当时要2500亿的时候怎么要的？来给各位看哦，这是第1页，对不对？第1页开始哦，草案条例在这里嘛第1页从开始跑，1页。2页，第3页是空白的。你也是2页。你里面细项写什么呢？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从哪一段做到哪一段要做几公里？那每1公里造价是多少？我告诉你，在这里面全部都没写。全部都没有。最后只有跑出了一个，在第10条的地方告诉大家，没有用完的钱的话，请拨去，请改用变成叫做花东交通改善建设基金，然后呢？梗续后续让他继续去做。那你跟我讲这个叫做很严谨吗？我不知道。但当时的国民党33个立委全部联署。OK。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如果要冷静提，刚刚提到说国民党有他的版本，你知道现在外界怎么看吗？你在野党有什么能力去自提版本啊？你说国防那个军购那一段，你有什么能力自提版本吗？民众党把整个的行政院的版本抽掉2/3。放1/3进来，说这是我的版本。国民党刚刚讲说4000亿以上、9000亿以下，那代表什么呀？我把行政院的版本抽掉1/3拿去丢掉，我拿2/3。那你的基础还不是在这个上面？因为你的所有你怎么知道你要买什么东西？因为美方不同意卖，你能够买什么？那外界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你的2个版本的所有的细节都源自于原来的这个大版本。那你就跟省预算一样，就把它进入到委员会里面去，因为你能自己编吗？你自己天马行空把一个写说我要买 F-35，就美国说我根本不卖，我也不认为国民党会蠢成这样，所以你的所有的架构一样源自于1.25兆里面的架构的东西嘛。今天民进党的，其实我老实讲，民进党后来做了一件事情，我其实认同啦。那你民众党的版本你就进来嘛，大家一起复委嘛，大家一起讨论。国民党说不行，这样子没有我的角色，我也要自编一个，拿掉1/3，我剩2/3的版本。我就问一句，真实来说，这个意义在哪里？你所有的依据，买多少武器，买多少钱，还不是行政院谈完了之后给你这个框架？不过现在看起来，明凤，军购也是这样，接下来就是关税。因为关税到底是不是已经签了，要不要送到那个立法院这些，就是大家接下来要看的这一段嘛。然后你现在看到工总商总就跳出来讲说15%，OK 很好，那大家要这一段千万不要步上韩国的一个后尘。那对国民党来讲，对在野党现在怎么样看待这些？而这些跟这一次国民党不管是论坛啊，或接下来然后他们主席郑丽文要不要去访问，真的会被扯上关联性吗？我觉得如果他们在挡关税的话，那真的就是完蛋了。对他们来讲压力非常大，因为他们牵扯到这个蓝营的体系的本身的利益嘛。这些跳出来的工总、商总，这些都是国民党掌握的体系啊。他们就是掌握这个社会上面对于关税攸关的产业的这个领头羊啊，或是这个整个同业工会的这个理事长嘛，他们发出来的声音，你们就是敢不听吗？就像不过他们也是敢啦，就像上次很多那个。就是通过一些违宪法案的时候，全部人也都跳出来，可是他们也不管啊，他们就把律师打成绿的啊，所以说就是通过，因为律师都是绿的，所以就说我们违宪怎样。可是我觉得这次因为
这些产业工会其实应该有很多蓝营的金主，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谈论的时候，还是着重在军购案。然后对于这个所谓的关税的东西，你说江启臣压力大不大？这几天大家都冲着江启臣来嘛，因为他是在台中的选区，那整个公祭居的东西从这个20几%降到15%，那等于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如果你再反对的话，那这个是蓝军就是动摇国本了。那我对于恩人跟亲人，我觉得那个是逻辑不通嘛。那我对于恩人跟亲人，我觉得那个是逻辑不通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假设，如果你的前提，第一个中共跟我们是亲人是成立的话，那这个在韩战的时候，美国把台湾独立出来，那就是美国就是骨肉分离啊。那美国应该也是你的仇人才对啊。你怎么会美国又是你的恩人，然后中共是这个亲人？那你这两个就对不起来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当的比喻就不要乱比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走向一个现代化，不要再讲那些有的没有的543的。那你现在是美国人、英国人去跟美国人讲说，我们是亲人，对，你以前是我们的，所以我现在。他可以跟川普一样啊，你以前是我的，所以你美国是我的吗？这很离谱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家都在等着看嘛。你现在所以你们应该感谢《自由时报》啊，他这样一讲之后，对岸马上同意了智库的论坛，然后呢，不会再拿出所谓什么联党69次胡锦涛时代的这种条件来跟你们谈这个国共论坛的事情嘛。所以如果《自由时报》如果不写的话，那搞不好你们连智库交流都没有，他就照做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军购案的部分，那你当然就是我觉得我当然那个王义川一直讲说这两个案子都不会过，包括总预算，大家现在大家都已经忘记总预算了。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就3个来排列的话，我觉得关税的东西这个东西会比较容易过关啊，因为这个如果不过的话，我觉得。这个蓝营自己这种年底的这种基层，我是说他们商业那一层的基层，或是说很多基层的那种工业的，像台中那种工具机那种产业的人，也是会大反弹的啊。那所以说，我觉得关税的东西，尤其有韩国的例子，如果他们这样搞砸的话，我觉得他们2026真的不用选了。然后再可能就是总预算就卡着嘛。然后军购的东西，如果赖总统愿意去谈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会一个技术性的通过了。我觉得美国给他们的压力，可是会通过多少不知道。好，我觉得他们把它修得乱七八糟，然后呢过一些有的没有的，因为我觉得军购的东西也会扯到两岸的高层的这种政治的敏感度，所以你每次选举要到的时候，这种两岸的东西，我就觉得说，如果你怕被这个选举的时候拿出来做文章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个东西你很难去避掉。大家说你又开始挡军购，你不爱台湾你又要去做国共论坛或怎样？好，那你开这个条件，我觉得那个都是假条件啊。愿不愿意世间法理千万条，只有一句你愿意不愿意审而已啊，不用扯那么多啊。其实对很多的民众，大家都不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立法院，不是大家都在立法院不是吗？其实立法院很大，对不对？就其实你们从来都碰不到面，因为一定有很多人会讲说，那赖总统讲说愿意来，袁志刚讲，那大家就来谈，那就两党的总召或什么，大家就私下关了门聊一下，您到这也在大营北啦，就是可不可以就一次报告完，然后你们也不要问什么，或是他报告完以后什么，大家难道就不能这样子，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原来立法院大到大家从来都碰不到面，也都没有电话，大家也都不能，要不然的话，一般人会觉得说，刚才讲那个问题，对很多的民众来讲，一定都觉得这是很难的问题吗？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碰不到？所以都是借口嘛？为什么？因为其实赖总统已经丢出橄榄枝了，他愿意来，那看那个蓝白要不要把这个橄榄枝接起来。那这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接下来是不是像譬如总召老柯就去跟那个傅昆萁讲，那要不然跟柯文哲也可以了，反正他们两个现在可以碰面嘛。那要不然这样好不好？就来一次，讲完报告完，那也不要再多问，可不可以？大家这样，结果现在是永远鬼打墙，回到原点，大家永远都在问要不要来谈嘛，要不要来商量嘛？1次、2次、3次，两党大家永远是这样，奇怪了，老师。
是我们的问题吗？就这是教公民的时候这一段，万一学生问你说，请问一下立法院这件事情，大家不能谈一下吗？不。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台阶，大家都有自己的面子，或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坚持。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这件事情你在里面国内吵吵闹闹是你家的事情，反正吵1年不是今天的事情。但是如果影响到国家安全，这件事情就大掉。就有一个美国很在意这件事情，所以鼓励言我觉得很少看到 AIT 的处长频频动作、频频讲话，他是先讲的自由。不是免费。你说你台湾的自由可以这样子享有这种自由、民主、安全，不是别人钱呢，那个是需要投资，是需要军购。他其实就很在意军购。然后结果你们这几个党那边整天那边吵吵闹闹。然后另外古立言昨天 AIT 释出了2张照片，我觉得这件事情充满了玄机，动作很多。一个是他去参访了上面这个公司，这个叫Shell AI 就是一个美国的新创的公司，它是做无人机的一个厂商。他昨天释出这张照片，他去参访。他是说他在1月23号同时参访，然后另外他也去参访了另外一个公司，这个叫 DTC， 这个叫全名叫 Domo Tactical Communications， 他说总部在维吉尼亚州，他是一个做那个先进通讯的。那这个通讯要干嘛呢？可以支援台湾的国防跟安全。这个，那上面这个也是这个无人机，这个来头更大，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无人机非常有名，他们家做的无人机啊，在乌俄战争是非常有名的一架，就这架。这个就是那个刚刚讲那个 Shell AI 所做的这一支叫做 VBAT。这就是这一支呢，这个是所谓的垂直起降的无人机。这一支无人机在乌克兰这个乌俄战争的时候发挥了非常高的那个功用，所以这个公司现在成为美国非常夯的军火的这个新创公司。你知道这家哇厉害吗？这家据说强到就是说，光2025年它可以入侵那个乌克兰，从乌克兰起飞嘛，然后打进那个俄罗斯，打进了35次的任务。歼灭了200多个目标，然后甚至他还可以深入那个俄军的控制区80公里，然后直接击毁他的指挥中心。也就是说，这一架是非常强的。所以强到什么？所以俄罗斯因为2022年开始打俄罗斯战争嘛，那2024年的时候，俄罗斯还专门针对这个公司在基辅的研发中心，他去攻击它，因为他就知道这个东西很强。那你说这个东西到底强在哪里呢？我想它强在它的那个智慧，就是说它除了是一般的，就像我们讲无人机很厉害以外，它有个最厉害的叫做 Hive Mind， 就是蜂巢的脑。它这个脑厉害在哪里？你知道？因为刚开始乌俄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其实乌克兰也有一些各品牌的无人机，但是呢，因为俄罗斯用高级的电站，就是把它干扰，所以让它那个无人机没 GPS 没有那些定位，它就失效。但这一支厉害的在于，它有一个我刚刚讲，它有个自己的 Hive Mind， 它这个力量在于说，如果没有了这些 GPS， 没有了这些电子干扰以后，它自己有一颗大脑。它可以用它的红外线雷达自己去侦测，然后自己去攻击，所以这个技术目前应该是全世界最强的无人机技术。而这个最近为什么古立言特别要去参访这个企业？我要跟大家报告，是因为我们的汉翔跟他已经签约了。我们台湾的那个军工产业最大的龙头就是汉翔工业。汉翔呢，在去年9月的时候，已经跟这个 Shell AI 呢打造，就是签约，然后为了要打造一个无人机的这个生态供应链。那所以这个对岸才最重要的呀。所以为什么这一次的1.25兆里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他们在炒的都是那个什么3000亿、4000亿，那个是美方的第一波发奖，它还有后面的嘛。那其实后面的那一块才是重要，就是国防的这个产业的。所以古立言昨天这个动作就是跟你讲说，你们不是民众党，而且他选在民众党公布那个4000亿版本以后，他特别去秀，就是说，民众党你们是吗？你们立不台不去看后面那2/3最重要的这个国防工业跟台湾的这个合作，你给我删掉。而且，那我真的是我算是话讲很重。为什么？重啊！因为这个是民众党的版本嘛，这大家昨天应该有看过，他们不是秀出来，然后把所有的这些数字啊，他要买说什么自走炮买60门呐，然后什么弹药弹药还买到4080发跟他就超贵相较于行政院版本比较简略跟他就超贵，所以前天小草都觉得说民众党真的是很有水准，就是很棒，就是写的很 detail， 就是很厉害不是吗？汇率的，小哥，你跟美国人买东西，你是用美金还是用台币？美金啊，对。你给我写台币，而且这个是定时的如果将来台币汇率变动以后，我问你，你这个都数字就对不上对不上，这个法律要怎么走？修法不是，所以就乱搞，而且买不到违法。对，而且最好笑是网友说你这些数字不把我那挖高，为什么？就得维基百科就一模一样你就是
你就是把维基百科复制贴上，然后再加上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字，而且我觉得改得更糟糕。维基百科写的比你好，因为维基百科用的是它，比方说它是这个多少啊，40亿美元，对吧？啊，北美是啊，你民众党是什么？他还自我改成什么1267亿台币，就画虎不成反类犬啊，就自以为是。所以为什么我刚讲，为什么古立言特别要在昨天去抛出他其实早就参访过，他为什么要特别跟你讲说，我去参访这2家美国在台湾的这些国防厂商，而且这些厂商跟你们台湾都有合作，就是拜托。天哪！所以最后结论是，国民党也看不下去。国民党不是说他们要自提版本吗？他们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们不会跟民众党一样啊，把那些细项啊写在上面。其实某种程度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那个版本根本一点用都不用。这样不是什么？我认为刚刚这个一中老师所提到的那一段，就是说美方现在透过 AIT 公布了更多在原来军购案的那些标案里面没有的细节。这个是在过往比较特别的，因为。按照民众党的版本，因为我没有看到国民党的那个什么2/3的版本到底怎么写了，因为他们也还没写出来啊。我认为也还没写了啊。就是说，他把它简化成为，就是说，当我要做整体的规划的时候，你变成叫做在商言商的买卖而已。你愿意卖我这个，我就买。其他的你没有说要卖的，我就把你砍光。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一段时间，反而最多跃上台面叫 AIT。过去什么时候看到 AIT 站到第一线？刚刚讲的这个 VBAT 的这个无人机我大概几个图片秀给大家看就说它困难，台湾其实做无人机很强，但是困难的在于是刚刚一中所讲的那个脑。这个是在俄乌战争里面他们确实这个乌克兰的军人从美方这边拿到了这个 VBAT 的这个无人机那一般的操作是这样它可以透过后端的部分就是我在这边透过几个我西形式的电脑就可以掌握这一个 VBAT 无人机的整体的动态。一般的操作是这样它可以透过后端的部分就是我在这边透过几个我西形式的电脑就可以掌握这一个 VBAT 无人机的整体的动态。但它最大的差别，除了刚刚那个脑之外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它在整体组装上面并不困难。以它这样子一个大小构型的这一个无人机它只要2个人就可以操作了。它操作的范围也不用很大，为什么？你知道3.6乘3.6公尺见方。也就是在我这个桌子的这个大小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这个无人机就可以起降。那它的做法是这样，因为一开始是做垂直起降的，然后呢，你把它垂直起降这样发射完了之后呢，它到空中会变成这个样子，它会变水平飞行。它在水平飞行的过程当中，你看它最大的时速是165公里，整个的范围可以达到485公里。飞行高度6.1公里，所以它其实在征收的时候，它可以做非常多的，包含到刚刚一中讲的那一个。OK， 可是这个的差别是来自于是因为它跟我们的汉翔愿意成为一个链接。我不认为汉翔现在的技术说只能做到最简单的机体上面的这个东西我就给你做个翅膀，我就给你做个在所有的美台的整个的供应链上面。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成立后勤的维修厂 ，OK， 让你其他愿意买这个武器、买这些东西的人，我未来可以再透过台湾成为整个亚洲地区里面的中继站。F-16V 也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当今天你去把它简化成，我不知道国民党怎么去评断民众党的版本因为老实讲，他一定觉得民众党版本不好，OK， 不然他怎么会想要自己再推出一个？但你也不敢去批评民众党，但我就明白讲，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面 ，AIT 反而站到第一线。过往 AIT， 你要叫他去跟商务的东西扯上关系。按照台湾这种逻辑，你公部门怎么可以去跟商业站在一起？你怎么去看人家那个公司？你是不是有黑箱？你是不是按照黄国昌的说法，军火商掮客，政府部门直接介入 ？AIT 现在放的更多的讯息是在原来军购之外的东西他把细项给你看。那你要怎么去做删减？不过刚讲到 AIT 古立言最近频频不管是发言啦，或是秀一些照片或什么，将军 CK 杨你那个国民党熟嘛，对不对？他也很少这么大辣辣的直接，然后在媒体上出现讲说什么包括关税啦或军购，国民党要硬起来，类似像这些，所有这些事是各方大家全部都卯在这里头了吗？
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我说句实话，因为我跟 CK 杨见面的时候，我只知道，所以他还问我，你知道我是谁？我说实话，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哦，你在国民党就有，你也不知道？哎，对他太不敬了。不是，因为一般人见不到。哦，要主席吗？对啊。是他主动约我的。哦，就是我点你，你才有资格见我。我不点你，你怎么安排都见不到我。所以我是被他点的。哦。然后我跟他谈到后来，因为我真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我们个小党员，我们哪了解那个高层的事？他说：“哎，有一个姓杨的先生要见你。”我说：“谁呀？”我说：“是谁呀？”他不讲。去了之后。他给我一张名片，那我这个人有个坏习惯，名片给我就放口袋，我也不会看。你要看一下啊，就没看，就放口袋了。然后谈到最后，当然不欢而散嘛。他说：“你跟我讲话这个态度，你知不知道我是谁？”那当时我心想，老头子一个嘛。我说：“我管你是谁的。”我说：“我管你是谁的。”然后他跟你谈什么？跟我谈国家观念，因为他也是军人，他是军人退伍的，他认为我是陆军，他是海军嘛。他说：“我们陆海军的观念应该是可以沟通的嘛。”你那时候还在国民党当主委吗？我还当主委，我现任主委。你还没退党就对了。不是，我连主委都没有被拔掉，我是现任主委。他就跟我说：“你觉得我们未来要怎么走？”我说：“捍卫台澎金马，确保我们独立自主之国权。”我认为他不会错，这军人读讯里面写的啊，对不对？他说：“文明不如见面，华独。”他说我是华独，我说我华独，你还红统嘞？我说那你的中华民国概念是什么？我的中华民国概念是要三民主义统一全中国，也没错啊。那我说前辈啊，你做得到吗？我说你做得到吗？我做不到，我希望你做。我说你做不到，叫我做，你会不会强人所难啊？我说我生出来就是台澎金马，我希望我哪天走了还是台澎金马，制度不变，自由不变，民主不变。哇，他就说我是华独，那你说不吵架吗？那就不欢而散。最后他问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管你是谁啊，对不对？”我说：“国家至上，管你是谁。”他就不欢而散。后来走了以后，我回家拿书名片看一看，哎呦，原来他就是 CK 杨啊。对，那吵完一点也不后悔。叫文明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嘛。那我说，按照我认识他了，你知道他约我见面，所以我们在哪里见面？不是他办公室哦。你知道不是他办公室哦，路易莎咖啡厅。那你认为他低不低调？他非常低调哎。路易莎咖啡厅没有包厢啊，我就选了一个路易莎咖啡厅，进门口右边一个小角落，我们就在那边谈。这样还能当金主哦？对，所以我说他很低调。我也可以当金主了啊！我约你去星巴克好了。不是去咖啡厅的都可以当金主。没有，易中，我跟你讲，你看他的穿着，你绝对不知道他是金主哦，真的哦，就穿了一个蒋经国式的夹克，穿了一个蛮宽松的西装裤，穿一双球鞋，然后提一个包包，就这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说他是一个蛮低调的人，所以很多人说 CK 杨是红统。我当时跟他谈的时候，他不是红统。我跟他谈的时候，那我还在国民党当主委。我跟他谈，他是蓝统，他不是红统。那可是怎么会变这样？我想不通哎。那所以说这一次他会这么急的跳出来，然后跟国民党这个所谓的交代任务，这个我觉得已经有点像地下党主席。可是郑丽文主席就出来说他不是党员。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不是党员哎，因为约我跟他见面的人，那个位阶蛮高的，3颗星，是3颗星的，他约我跟他见面，所以连那个时候都可以在路易莎咖啡厅单独跟我见面，然后吵架。然后你说这样的人可以把国民党的立委集合起来，然后讲话，我实在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啦，一个年纪大了，第二个认为国民党难得这一次可以拿到这么多的席次，如果等到下一次可能没办法，了，所以才会这么急。那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假定弄破话，他本来是好意，希望国民党能够硬起来，然后跟民进党做一个抗争对抗。可是他这个作为会让人家误会，因为时机点太敏感。第一个刚好军售，第二个刚好在谈所谓的15%关税的问题。他这时候跳出来，俨然一副就是他完全不信任美国。那我说我们也不一定要完全信任美国，可是要从中美之间，还台美美中台，我们夹中间嘛。要找出一个台湾最佳的立足点。OK， 那目前看来，整个赖清德政府的走向是这样走的，是这样走的。可是 CK 杨出来这么一讲，整个弄拧了。不，元之可以先预判吗？接下来，因为民众党有一个版本，行政院有一个版本，那国民党说现在也在考虑，那接下来呢是3个版本一起进复委吗？
第一个CK 阳那个事情，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啦，因为上个礼拜五吃饭，其实我们有被通知说是党员参叙，然后本来讲说，然后到我有去，然后那一天说是不是党团参叙的，影片是谁流出来的？党团参叙，我等一下会讲哈，党团参叙，然后我们以为就是中午啊，大家开完会之后去吃饭，就这么单纯而已，然后也约在立法院旁边。然后早上的时候就说陈冲前院长要来，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些财经的看法。然后我那天稍微晚一点点，几分钟到，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人在演说啊，我还问旁边一个非常资深立委，我说：“他是谁？”你也不知道谁？你真的该死啊！你这……然后那个重点是我旁边那个，他这一点都不意外哦，真的认识他的人不多。那重点是你旁边很资深，你也不知道，非常资深也不知道。他跟我讲说一个将军吧，因为他在讲这个将军。他中校，后来到最后才说原来是 CK 阳，对，然后很后来才知道，那为什么会流出来？现在有2种版本啊，一个就是是不是里面的人把它流出来，另外一个版本是因为那一天呢，这个送菜的人呢，他在门口把菜打翻了，所以我们这个门开了很久，所以是不是在记者在旁边拍的听的，我不知道了，我是不知道了啊。但是他们消息也蛮灵通，知道我们在那边吃饭的。那所以 CK 阳讲什么，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影响我们党团，没有影响我们党团的重点。我觉得关键还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些啦。那我是希望执政党可以真心理解我们在野党在讲什么，这样子大家才能够达到沟通目的。否则两边就是双方在叫而已，没有办法达到共识。会不会有3个版本都付委？那而且时间呢可以判断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也都还没有讨论嘛。我都很坦白跟大家讲了，因为像那个。我们这边要有一个特别条例，也是昨天新闻出来之后，大家看到的，可能党团有在演你，但是我觉得方向应该8、9不离10，因为之前大家有讨论过，就是说也不能让军购这样一直卡住。如果赖总统他一辈子不来嘞，我们就让他全部都卡住。我们在野党不可以那么不负责任嘛，虽然执政党不当一回事，可是在野党要对，所以我们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想办法针对我们现在一个点就是说。大概1兆2500亿嘛，大概有几千亿，真的就是说不清楚。那所以现在是不是就是军方已经确定要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放进来啊？比如说，所以我们定是4000亿到9000亿。所以嘛，就我讲了嘛，改乱七八糟以后通过嘛，就这样。没有啊，因为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可以一开始1.25兆就可以通过嘛。对，但只要赖总统愿意说清楚，然后当然就1.25兆就过。但是他不愿意讲啊，那我们怎么办呢？你为什么觉得他们扛不住了？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好，当白银提了那个版本以后，大家就觉得反正接下来就一定会。有要付委的一些东西，只是时间点到底挑怎么样，所以白银在这里面还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啊，他就是让他们下台阶嘛，把黄国昌叫去还是有用的嘛。黄国昌最后还是提了版本。你说叫美国那一次？对啊，他最后还是提了版本，虽然不是，可能人家没有用 Google 而已啦，人家有用 AI 啊，比较好嘛，对不对？然后终究他还是提了版本，然后那你国民党就跟着败了啊，不是吗？然后整个就是大家民众党退了之后，国民党也就退了。那3个版本一起谈，然后就修一个鬼样子出来这样子嘛。那总是过了，但是我觉得这背后中美的角力一定是有的。你看美国他讲的，就是他批评的几个点，他把台湾的以前不曝光的供应商，也这次也一些都有曝光出来，就是说。我这个军购采购不是完全对美国的，有很多东西我是会把技术跟台湾的供应商做一个交流的。那这些曝光越来越多以后，老共也知道越来越多啊。那这个东西对老共来讲，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整个就说我以后就完全。这个整个过去以后，我好像完全不用靠美国要卖给我们什么，我们供应商好像也可以修零件，可以提供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越来拼图就越来越完整。这样的东西对老共是其实是一种示威啦。但是问题是你老共为什么要把美国逼到曝光这些东西？不然到台湾本来是不用浮出台面的东西，那你变成说。你付出台湾就变成一个好像实质美国真的密切合作的军事的盟友一样，那你老共可以接受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最后你军购我说你还是扛不住的，因为整个台湾的民意，这个你怎么会扛住呢？然后再来就是总预算的东西，就是比较难，可能比较难过。然后公务员就开始，我们前2天还遇到一些公务员放假了，什么样？没有取笑他们，可是他们还是
还是觉得很麻烦啦，就是有些预算不能够执行，还是很麻烦。OK， 不可讳言，对国内政坛来讲的话，白银是不是重要性真的越来越重要？包括这8席在军购案上面，那白银是在里面先提了一个他们的这个草案，那不管你说他们那个条例里头，那大家各方批评这样，总之提了。那接下来呢？那除了这个以外，会不会是因为柯文哲重回了所谓的权力核心以后，整个态势开始，包括他们的立场不再只是小蓝，开始做一些的改变吗？真的是这样吗？包括今天明凤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民众党的国家治理学院院长，这是什么角色？柯文哲今天是被发布担任这个角色，那还有一个邱佩玲，当指定了中央委员，这意义到底是什么？没有，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也是柯文哲的意志吧。虽然是黄国昌宣布的，他就兼政策会主任委员嘛，那他以后就是实质的政策会主任委员。那主席是院长在当嘛，就是国家治理就对啊，你看主席当完就当院长啊，对不对？虽然不是行政院长，但起码还是院长。以后我们还是要叫他院长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院长听起来比较大。这个重组中间最重要就是这个邱佩玲嘛，邱佩玲很奇怪，他是整个官司政治现金里面的关键证人，他提供了多笔的政治现金，而且他这个他都供认不讳，然后到最后都没有换口供过，可是他还可以被指定为中央委员，你就知道说未来大家看到邱佩玲，看到这个柯文哲，我不晓得这样子案子到底是不是可以同为一个主席，一个政党的指定的中央委员，这样案子上面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证人跟被告有什么问题？应该没有，因为他们这个案子都已经审到过程当中，该问的也都问了，所以起先柯文哲不是不能跟证人之间有任何接触，那现在解除了吗？对啊，那我觉得就是说，那你是不是大家的感觉说啊，你是不是又要来了？不是吗？不是，你是不是又要募款了？他一定是这样想嘛？那邱佩玲这种角色，我跟你讲，我通常如果我涉及这样的官司，比如说，然后这个人是帮我收了很多政治现金，我做这个整个党部重整的时候，我会尽量不碰，我会把这个人纳进来吗？一般不会。他虽然法律上面是可以接触了，但事实上面他还是应该是 under table 的一个人物才对，可是我现在这个党部整个人事重整之后，我竟然重新把你当上台面，然后又公开这样的，而且是指定中央委员，对，是指定的中央委员，把你的身份跟地位通通抬高了。好，那我指定你中央委员之后，你未来党的募款是不是更公开了？公开了就没有违法问题了嘛，不是吗？我帮这个政党募款，我是中央委员，我当然有募款的责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秋楼起来我告拍款啊，但是他就愿意这样做嘛。那表示说邱佩玲也愿意跟他维持关系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真的邱佩玲就是一个阿伯的始终的迷。然后未来，可是问题是我觉得这样子有一个不好的效果，就是说好像柯文哲对于法治或是官司，大家已经指责你政治现金的部分，那你还要把这个人请到中央委员去，然后问题是这个棋子未来的功能还能够发挥吗？不是吗？我帮这个政党募款，我是中央委员，我当然有募款的责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秋楼起来我告拍款啊，但是他就愿意这样做嘛。那表示说邱佩玲也愿意跟他维持关系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真的邱佩玲就是一个阿伯的始终的迷。然后未来，可是问题是我觉得这样子有一个不好的效果，就是说好像柯文哲对于法治或是官司，大家已经指责你政治现金的部分，那你还要把这个人请到中央委员去，然后问题是这个棋子未来的功能还能够发挥吗？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政治现金捐款之后，阿北会讲出来的人，然后大家愿意还透过同样的管道去捐同样的政治现金吗？我觉得这个棋子真的未来如何发挥，我们真的很好奇。没有人这样子做过。那阿北是第一个
院长这样子做，那我们就尊重院长的做法。但将军某种程度有人讲说，这是要被2028的起手式吗？其实这个叫家理院嘛，国家治理学院，对，简称家理院嘛。对，家理院有比主席大吗？家理院有比主席大？理论上，它不应该会比主席大。主席大嘛？但是实质上，我觉得实质上叫柯文哲主席的人以后会变少。因为你是院长，那黄国昌就变成唯一主席了。黄国昌介不介意每一次在受访的时候，别人看到柯文哲，主席，请问主席介不介意？当然介意，主席是我你怎么叫他主席？所以你给他一个院长。从今天开始，柯文哲叫院长，这样比较不会搞混。也不错啦。鸡肠鸟肚，主席是我黄国昌。是，请讲清楚。是。柯文哲叫院长，家理院院长。家理院真的很大吗？再大不过主席啊。你认为柯文哲希望人家叫他主席，还是叫他家理院？当然希望加主席啊，主席比较大啊，永远的主席啊，对不对？那黄国昌心里不舒服嘛，所以给你一个家理院做嘛。那至于说募款我觉得民众党募款2026年应该会要很用力，应该会很用力。如果今天我是曾经一个捐给柯文哲大企业的企业家，然后2025年被玩成这样，还有人皮在痒会再捐一次吗？不好捐呐，真的不好捐呐。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要再去募款你只要绑着柯文哲的招牌，要去募大钱应该募不到，要去割小草应该还割得到，凭割小草就能够搞到几亿，你相信吗？我绝不相信。所以我说黄国昌这一次让柯文哲当了这个家理院的院长，应该是很介意人家每次都追着柯文哲叫主席，而不叫黄国昌主席。不过你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当阿北等于他实质在掌权以后，那个策略之灵活，跟老柯2个人15分钟聊一聊，然后去拜会一个韩国瑜，然后东走西走的，甚或这一次整个过程，包括军购啦或所有这些，坤城有人就直接讲，现在8席带着52席在打天下。其实现在在立法院就是8席带着国民党的52席因为看起来52席是比较多，但是他们就是以这个8席以黄国昌马首是瞻嘛，因为他们觉得说要有这个8席合起来才能真正过半嘛那我是觉得说现在柯文哲接这个国家治理学院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他的策略在啦，因为其实2月1号之后这个民众党他换了一批立委下去嘛，最主要是黄国昌了，6个下去了，最主要是黄国昌。那以后谁在立法院接党团总召，或是谁在立法院是指挥中心，看起来没有嘛，因为现在看起来就算是2位资深的立委，也还没有到这一个可以到这一个指挥整个这个民众党的党团。那所以我认为，或许给他这一个。应该不是给他，或是他自己想要这个位置，是未来他到立法院其实会更名正言顺。那黄国昌党主席嘛，党主席就是辅选好好选你的新北市好好去辅选。但是我觉得在立法院这一块，未来柯文哲角色可能会比较重他或许会用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什么院长的这一个身份，到这一个这个他们的党团去然后就开始就是把这一些这个8个立委再集合起来那我觉得未来在立法院里面，或许他们的策略会比较灵活。坤城兄，他给他政策会执行长不是更好？院长听起来比较大院长有点比较大。人家有不同的政党，政治会这多 low 啊，对不对？那大家都有政治会执行长政治会执行长他的院长就比较大。但是不管是院长什么政治执行长，我认为就是说，至少。这个柯文哲他未来在立法院他的角色会越来越重，因为像黄国昌在立法院就渐渐会没有角色，那所以8席还是很重要8席如果今天是跟民进党合作的话，就过半了，就过半。对啊，人家不会只有管立法院，人家是国家治理，对，立法院是其中的一环，其中的一环，那当然管不到，没办法治理台湾，但先治理一下。这个立法院，立法院，对所以我是认为未来或许民众党在立法院的这个策略会不像以前，没有像以前黄国昌其实就是跟国民党合在一起嘛。那
柯文哲他也是担心说，那如果这样子会不会就是说变成这一个小蓝化了？因为其实过去你说有国民党、亲民党，那其实亲民党一直往国民党那边合下去，其实后来亲民党又不见了。那如果对于柯文哲来讲，他不希望说这个他一直合下去，然后呢小白就变成这个小蓝了。那他们在年底的选举要有自己的一个独立性的话，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或许在立法院他们会有一些策略的一些变化就是说，有时候可能会支持一下这个国民党，有时候也不会去反对，不要说支持，也不会去反对民进党，因为现在他们是民众党在立法院就是完全是反对民进党，他们有时候或许他们可以不用支持，但是他们可以不用投票。那有时候我们51席碰上国民党，只要人没有来那么多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赢的嘛。但这种变化以后在立法院，我觉得情况会变得比较难预测。可是这两大阵营来讲的话，接下来尤其是蓝营来讲。原之你们新北，好了，有很多人讲，这就蓝白合之间到底要怎么合？新北一直被大家拿出来讲，尤其你们现在小鸡有焦虑症吗？应该焦虑症是来自于说对手他起跑的比较早，然后白营的人出来了，黄国昌嘛，不是连那个什么不管服务处还有什么。那绿营不要讲，那苏小慧已经出来了。你们呢？我们其实新北现在我觉得已经大势已定了啦，大概2月中以前就会有结果了。因为新北我们国民党主要2个人嘛，李四川跟刘和然。那当然大家以现在的民调，好几份都是李四川领先那但是关键就看刘和然的态度。那前2天我看刘和然他接受专访，他也是希望说能够快，希望2月中以前可以确定。然后他自己也提到说党内的团结最重要，然后他也有讲到，就是说这个民进党那边也有一些动作，那他可能我在想啦，他可能担心民进党就是分化国民党这边嘛，去那边讲说什么侯友宜挺或不挺嘛，所以他也希望快快大概就2月中，我觉得这个大概。可是你们2月中就算你们快，但是跟白银之间还要再跟白在，因为白银如果要是给你拖到8月9月呢？好像他之前那个民众党的讲法是说，他们希望3月能够做决定。那是黄国昌他们最早。对，这个火车什么到站就不停，对。周瑜说讲对，可是现在柯文哲没有火车到不到站这些问题的感觉啊。我觉得当然，因为民众党我们比较不能控制啦，因为不同党嘛。但是我相信大家现在没有什么变卦的迹象。好，比较迹象。那小鸡会比较紧张的原因在于说，选举就是这样啦。像侯友宜他2018年选举的时候，其实对手都一直没有出现嘛。那时候苏贞昌也是很晚才出现，所以大家就认为说侯友宜在2月底宣布，感觉没有那么紧张。但现在因为对手都已经像苏巧慧都已经在跑了啊，总部都已经租好了，然后黄国昌也一直在跑办了好几场造势国民党到底是谁？大家就会担心嘛，所以希望快。现在应该定了。那当然，我觉得民众党黄国昌他也是有他们的主体性啊，所以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希望新北市能够成立党团嘛，党团就是要3个议员，所以他们的小鸡也会希望说，黄国昌尽量造势啊，然后那个声势要弄得越大越好，然后到时候整合的话，那小鸡也可以分享这些能量。那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情况了，我们不会觉得说这个会破坏蓝白合。OK， 任俊，所以蓝白合当这个词一出来以后。对蓝营来讲的话，上6都，你就势必要看跟白营之间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审核，你的时间就一定会，不要讲被拖到，你就一定要跟人家做某种程度的整合。现在6都，你这样看，高雄柯真对决赖瑞荣，台南陈亭芬对决谢龙介，然后接下来台中国民党到现在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搞得白营就直接喊，再这样没关系，柯文哲搞不好都可以下来。桃园。绿营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新北是国民党不知道该怎么办，重中之重的台北，那民进党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有一堆人被从卓院长，然后正副院长，然后包括王世坚全部都被点，但是不可讳言，蒋万安的民调或各方面确实高。可是台北这一仗，有很多人说，如果要是民进党没有办法派出一个人能够咬住蒋万安，我不管输赢与否，这一仗一定要打到漂亮。这漂亮也要真的有个漂亮的人选出来啊！我先讲国民党在新北的问题就不要想太多，那就是侯友宜侯友宜今天被问嘛因为大家是传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把他这个时程出来，对不对？是不是大家有协调好了？侯友宜的讲法叫做我们都按照既定的时程在前进就等于有讲等于没讲所以真正问题就卡在侯友宜。我觉得国民党党中央没有什么好去介入的空间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侯友宜现在对于刘和然的这一块，因为也不知道是侯友宜不放弃，还是刘和然不放弃。总之呢，就卡成现在的僵局。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说他管不管民众党？其实我觉得不要小看民众党今天的这个人事公布啊，柯文哲那个国家治理学院不要被那个名称给骗了。我认为柯文哲在洗民众党的党员成分，他在洗民众党的党员成分。国家治理学院是民众党在2020年成立的，你以为它很大，对不对？我跟你讲，他办的活动很多时候是团康活动，你想选里长的也可以来参加这，它有一点比较像是低配版的凯达格兰学院。也就是你对这一个国民党的格学院，国民党格学院又不太一样凯达格兰，差不多，但是国民党格学院其实内容又有点不太一样。民进党里面，对，他不是你们的，对，孙文学院那一种，现在有点不太相同。但我就必须讲什么叫低配版？你知道，你对这个政党有兴趣，阿北这时候作为一个院长，你认为他今天这一些对政党有兴趣想从政的，是不是重新在阿北的洗礼之下，重新去认识了柯文哲，重新去认同柯文哲？他在洗那个新进来的民众党的党员的成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黄国昌做一个叫做政策会的这个主任委员，不要小看这一个。你记得那个时候黄国昌用党主席的身份跟郑丽文谈的时候，达成的唯一共识叫做两个政党要开始进行智库的对话。其中民众党的智库就是政策会。柯文哲那一天被问到说蓝白合作的时候，他说那个由党主席去谈。现在黄国昌放到那个位置去，那蓝白合在新北，黄国昌等于站到第一线去跟国民党来啊，大家来喊啊。所以我就讲，就是说民众党有他自己的规划跟角度，可是同样的问题回到了台北市。今天震传媒做了一个民调，是针对这个台北市，特别只针对台北市其中因为蒋万安的部分大家觉得说，他一定会争取连任嘛。当然，可是民进党的人选一直出现困难，一直出现困难。那我们就回来看在这一次的这个民调里面它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状态，就是蒋万安的这个所谓的施政满意度你可以看得到，他的有69.2%的受访者，台北市的受访者对蒋万安是满意的，23.1%是不满意。那这个其实也合理啊。蒋万安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那个不是他的可以宣传的东西很多嘛从这个北市科成功的辉达然后到最后这个什么台北101很多人觉得蒋万安也出了很大的力那我要特别就是说，在这里面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是，国民党内对于所谓蒋万安的满意度，你知道高到多少吗？这里98.4%的国民党支持者是满意蒋万安的。98.4%，如果扣掉误差值，因为他这一份是2.99的误差值100%力挺蒋万安柯文哲那一天讲了一句蒋万安搞什么营养午餐什么免费骗票，对不对？民众党怎么看待蒋万安呢？81.7%的民众党支持者是支持蒋万安的柯文哲骗票哪里的骗票？共一起去共我们要觉得有感有没有发现到蒋万安在这件事情上面，反而在民调里面成为蓝白之间的，我不能讲新共主，但最少民众党对他没什么意见嘛。这个其实会压缩到民进党因为民进党到目前为止，除了当时吴怡农自己跳出来讲说我要选，然后把大家都骂一顿之外，到目前为止，民进党都是大家在点兵点将嘛。我还没有什么印象说这种北市长的选举直辖市市长选举点到连阁揆、副阁揆都进来参战的，就这一次就点成这样子了那因为这一次震传媒的民调里面也针对了这个部分去进行了调查嘛结果发现到可能民进党压力会稍微大一点，因为在对比的支持度里面，卓荣泰对上蒋万安落后38.7%，郑丽君对上蒋万安落后33%，另外一位叫王世坚是在对比里面落后幅度最小的，也有19.3%也有19.3%。你对照到刚刚的那个满意度上面来看，我认为对民进党接下来问题，其实我老实讲民进党现在问题派出的人选，
不是在怎么胜选，我觉得他的思考逻辑接下来会改。可能民进党压力会稍微大一点，因为在对比的制度里面，卓荣泰对上蒋万安落后38.7%，郑丽君对上蒋万安落后33%，另外一位叫王世坚是在对比里面落后幅度最小的，也有19.3%啊。也有19.3%，你对照到刚刚的那个满意度上面来看，我认为对民进党接下来问题，其实我老实讲啊，民进党现在问题派出的人选，不是在怎么胜选，我觉得他的思考逻辑接下来会改，而是蒋万安这种在台北市可以拿到这么高的满意度的状态之下，如何避免蒋万安在选举的时候产生外扩效应？我要找一个可以在北市钳制住的，或者招北去啦。不管是用议题用什么东西想办法绑住他，蒋万安要是能够到处吸给爬爬照，那个对国民党来讲，对民进党来讲，第一个是压力，第二个民众党会乐见这种蒋万安到处爬爬照的状态吗？从北市往外扩，我不认为全国比例上面会有太大幅度的差别的时候，这个民调就呈现出来，其实民进党跟民众党都会有危机啊。来一种怎么样？我补充一下，一样是正传媒这个民调。当然，我们现在知道王世坚是输最少的嘛，应该这样讲。但有个地方是赢的哦。你来把年纪拆开来看的话，王世坚在30到39岁的台北市民里面，年轻族群，他是唯一赢过蒋万安的部分。然后20到29岁呢输，但是也没有输很多。也就是说，你这边框起来这个部分特别可以凸显一件，就是说王世坚在台北市民里面呢，20到40岁这个 range， 就是我们讲的年轻朋友，他是对蒋万安是有杀伤力。这个东西让我想到当年2014年那时候柯文哲那时候不是刚开始出来选的之前嘛，他其实民调那时候没有很好。我们现在都看到柯文哲后来干掉连胜文，然后什么，但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民调不是很理想，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是在大概差不多是20到40岁这个 range 啊是有爆发力的。所以为什么后来民进党跟他合作，然后后来冲上？所以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呢，其实王世坚现在看起来，王世坚今天也有讲的，因为昨天高嘉瑜有推荐他，就说王世坚是吃软不吃硬嘛。那世坚就没有啦，就嘉瑜很棒啊。王世坚现在等啦，按照我对他的认识啦，等什么？他也没有说不要的。那在等等就是有人关爱眼神吗？当然啦，就是要吃软不吃硬啊。来，坤城，你们怎么办？这一仗刚刚讲嘛，因为首都之战对你们来说不可能随便放掉，所以才会点到阁揆啦、副阁揆啦都点。可是这一仗当然现在大家都讲，最起码当然你们会希望打赢，但最起码希望打得很精彩，绑住在这一块。你们现在怎么办？作为一个民进党立法委员，我不能讲说我们台北市长的提名是为了要办住，当然为了要办出蒋万安，不是，我们当然希望说提出一个能够胜选的一个市长候选人嘛。那按照其实党中央的规划，我们有个选对会嘛，按照党中央的规划就是希望能够在农历年前能够把台北、桃园甚至新竹还没有确定的人选都把它确定。那但是我们的规划啦，那也有可能会是在这一个农历年前之后。那我看到这个正传媒的民调那表示说这个我们的卓荣泰然后这个郑丽君就把它拿进来做这个 PK 了嘛，好像表示说台北市是真的很重要，院长、副院长都已经拉进来了那尤其像这一个郑丽君他在这一次的这个关税谈判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也谈得很好，15%就不叠加等等之类的，大家觉得说是不是有机会来选这一个台北市的市长但是党内也有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然后只是说因为他现在都没有表态，因为都没有表态的话，当然会比较低一点点。对，我要讲就是说，因为他都没有表态，所以他的这个民调当然会相对来讲会比较低啦那可是我看到民调就是说，王世坚一直都有放在这里面那王世坚他的优点就是在于说，的确他是在年轻族群30到39他是领先的，那20到39其实合计起来其实跟蒋万安比起来不会输，就是说他在年轻的族群里面，对于蒋万安来讲是有牵制力的。那更不用讲说他在他自己的这个中山大同的这个选区啦。那所以我认为王世坚就目前来看的话，他跟这个蒋万安如果打起来的话，
会变得很精彩。我认为啦，因为他是讲师嘛，讲师，对我认为会很精彩。但是我们选举就是说，除了精彩好看之外，也是要选赢嘛。对对对，那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人选，我相信啊，不论是我们的主席或是说秘书长，都有在思考，在约谈。好，接下来这一仗，尤其首都之战，那到底会派出什么样的人选，会应战蒋万安？对绿营来讲的话，这至关重要。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对国内来讲，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除了刚刚讲，因为末日中在调快一点点的时候，把台海危机摆在这个里头，3个选项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张幼霞中箭落马这件事情。不单指，大家以前其实他不是第一个上将中箭落马，不是，他也不是第一个军委副主席落马，可是这一次在全球的讨论度显然大幅的提高，因为有很多人大家都觉得这会牵扯到，以我们的角度来看，老共如果真的对台湾有任何动作的话，时程会因此变得更快，还是变得更慢，这是大家讨论一个重点。他的中箭落马。对整个老共的军事上会有什么？已经不是单纯像以前讨论。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那将军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很多讲他到底为什么中箭落马，很多这一些，那但是它的意义你觉得会在哪里？你说我以我们国家来讲，对，我们国家来说，一般的上将或是什么样的状况，撤换掉，就是正常嘛，时间到就撤换，换掉郝柏村，当时闹得大不大？那如果当时郝柏村从一个当了7年的参谋总长，然后就直接裸退，我说不要说压他了，就直接裸退，什么都没有，你认为李登辉扛不扛得住？所以他没有用裸退啊，把他变成行政院长，连那样子都有一些声音出来。那你想想看，这个习近平跟张幼霞之间的关系，张幼霞在中国的解放军里面。我说他是郝柏村一点都不为过，14年呢，14年呢，而且他是唯一敢跟习近平进谏言的人，就是敢逆着他讲话的人，其他的上将即使是3颗星，看到习近平逼宫逼近，那个卑躬屈膝，什么都不敢讲，唯恐被修理。张幼霞是敢跟他讲逆耳的话，那为什么还会被被换掉？这就来了，就是全世界都认为习近平应该不会动张幼霞。可是呢，他就动了。在中国的解放军里面，我说他是郝柏村一点都不为过。14年呢，14年呢，而且他是唯一敢跟习近平进谏言的人，就是敢逆着他讲话的人。其他的上将即使是3颗星，看到习近平逼宫逼近，那个卑躬屈膝，什么都不敢讲，唯恐被修理。张幼霞是敢跟他讲逆耳的话，那为什么还会被被换掉？这就来了，就是全世界都认为习近平应该不会动张幼霞，可是呢，他就动了，那有很多绘声绘影啊。我先讲一下现在北京的状况现在北京的状况从1月27号到现在，就是当我们录影到现在为止。他们所有的状况进入战时状态，就是北京所有有枪有弹的不准动，你的所有有枪有弹的部队原地驻守不准动，未经命令不准机动，不准演习，反正就一切的演训全部停止，有枪有弹不准动。第二个呢，目前巡逻的不是交通警察是什么？是卫戍区的武装警察、宪兵这一类的部队，他们在巡逻。你想想看，你看到在巡逻的不是警察，你今天突然看台北街头巡逻的不是警察，是荷枪实弹的宪兵，后面跟着武装士兵。各位，你认为那个空气对不对？对，现在北京就是这样。另外，3步一哨，5步一纲，全部草木皆兵，所有的解放军进入1级战备。1级战备是什么？不准休假。包含了学校、军事院校的学生，包含了部队的轮休，全部停止。这是为什么呢？怕你乱搞啊！怕你乱搞会怕。然后我告诉大家，你认为导火线是有多么了不起吗？我告诉你，其实就是这一章。这一章被列为是张幼霞跟习近平决裂的导火线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是什么时候？这是2025年的3月14号人民大会闭幕的仪式。
大家看这张佑侠背对着习近平呢，我不能背对着他啊，不行，站起来。你看，所有肩上扛3颗星的人，全部跟在习近平后面，目迎目送啊。我也许转身拿个东西或什么，你等一下拿不行吗？你等一下拿不行吗？你居然敢转头！习近平在跟文武百官握手致意的时候，你看所有的人都是面向习近平，目迎目送哦。我们军中的礼仪是目迎不目送，他是目迎加目送，就是完全极尽谄媚之能事。而张幼侠呢，反过头来，这看什么好看呢？收东西回家，下班了，老习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是唯一敢跟习近平进谏言的人。所以张幼侠也不认为习近平敢动他，我告诉你，可是他动了。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中共里面已经没有什么红二代，没有革命情感了。这种所谓的政治规矩，代代之间的情感规矩破掉了。OK， 你习近平不要跟我谈规矩，不要跟我谈什么这个我们是这个铁杆兄弟，没有了，没有铁杆兄弟了。那为什么说什么末日预言又往前拨了4秒钟？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张幼侠有占有了其中一部分。OK， 也就是张幼侠是唯一他懂军事。他跟美国人讲话，美国人给他评价是什么？他没有谨言慎行。他没有在谨言慎行的。什么叫没有谨言慎行？就像我们今天是一个将领 ，OK， 我要跟记者讲什么话，我要经过授权呐，是总司令授权我啊，参谋总长授权我，还是3军统帅授权我，我才敢讲。张幼侠跟这个外媒讲话。那这个核武器的部署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危险？如果你未经授权，你不讲可以，这有什么不能讲的？我讲就是习讲的，我讲的就是习讲的，是这种概念。他不需要谨言慎行 ，OK， 就是他已经到了这样的状况。那你认为习近平心里想，我对你好，你给你几分颜色，你开染房了，我不拿掉你拿掉谁？所以现在就是唯一能够去拉住习近平说，我们解放军还没有准备好。现在不要随便轻启战端，那个人叫张幼侠。OK， 其他所有解放军的将领，习近平说什么就什么，即使解放军打不起他也会打。所以才会说整个世界末日向前调了4秒钟，是这个原因。那明鹏，你自己分析这一段，因为现在看起来全世界大家，我觉得不是没有上将，不是没有军委副主席下台过，但是这次显然对大家来讲会特别觉得严重，为什么？对嘛？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张幼侠什么又贪污，什么用这样对啊，用这个理由不是吗？后来现在大家又开始翻供了，他根本不是贪污，也不是怎样。就是习讲的，是这种概念。他不需要谨言慎行 ，OK， 就是他已经到了这样的状况。那你认为习近平心里想，我对你好，你给你几分颜色，你开染房了，我不拿掉你拿掉谁？所以现在就是唯一能够去拉住习近平说，我们解放军还没有准备好，现在不要随便轻启战端，那个人叫张幼侠。OK， 其他所有解放军的将领，习近平说什么就什么。即使解放军打不起他也会打，所以才会说整个世界末日向前调了4秒钟，是这个原因。那明鹏，你自己分析这一段，因为现在看起来全世界大家，我觉得不是没有上将，不是没有军委副主席下台过，但是这次显然对大家来讲会特别觉得严重，为什么？对嘛？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张幼侠什么又贪污，什么用这样对啊，用这个理由不是吗？后来现在大家又开始翻供了，他根本不是贪污，也不是怎样主要是这个，然后呢，最近又刚才将军讲的大陆的情况嘛，然后内部有很多的消息也是华尔街传出来的嘛，就说这个军方反弹很严重，要求这个习近平不能够这样处理张幼侠。那他们也提出一个方式，就是那习近平的态度就说好，那他退出军方，然后呢，他安排他人大委员长，其他官委像郝柏村这样转一手。可是张幼侠态度很硬，说他不要。那显然就是说张幼侠恃军而强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就是去年的3、4月的时候，不是有一阵子闹很凶吗？说这个团派要集体的政变或怎样，然后可是那时候张幼侠在军委会又很稳嘛，然后大家就讲说军委会有可能张幼侠抓权，然后呢其他的然后习可能退，可能只剩下党主席剩下总书记或是剩下国家主席之类的，那
团派会接上去。这种在大佬开会，还有这个很多人都有发言，什么都传出来。那显然就是说那一次的，但是结论之后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中国大陆这种的东西不会马上，有的不会马上改变，像那个华国锋那一次也是等了几年之后才改变了。但是我觉得习这次可能对当时的张幼霞的角色是有反扑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我当时可能被一些元老围困那么多，但是你可能是站在我的对立面，你并没有挺我，然后所以他这次就趁这个整个又稳了之后，又要抓这个张幼霞。可是你要知道，就是习在那时候是大家又传他生病啊，然后这个什么接见的地方，在离办公室走出去的几个部门，然后因为接见那个哪个国家的元首又不在那个国家大会堂，完全不跟过去的规矩完全不合。那时候大家对于习的处境猜测的非常非常多，处境之外还有身体都猜测很多。可是张幼霞就是稳稳的坐在那里，然后张幼霞又被认为是他们当时造反派的一个助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习抓张幼霞完全是一种就是当时的权力的报复了。所以你搞成这样之后，但军方搞得定吗？对啊，军方就管不住啊。所以现在才是传出来说，而且又是《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每次都有这个所谓中共内部高层的消息，因为他们的金融圈里面有很多的敏感的消息在传。那《华尔街日报》又报说，军方完全不满习近平处理张幼霞的一个态度，所以也许所谓将军讲的那个这种紧张的状态，就是因为军方对这个人事案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而且张幼霞又是可以实质控制军方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棋下得不好的话，习才是会遇到真的很大的危险。OK， 这件事情值得大家密切的观察，包括国内外的一些的讯息。那对国内政坛来讲的话，刚所提到的这些蓝绿白之间，在未来那合纵连横上，不管是军购啦，或是关税啊，所有的这些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